嘿，欢迎来到每日更新的丰盛好文哈。今天的题目是领取一份宇宙的好运哈。我会帮你看一下这整个讯号哈，它这一段近期的好运的发展会是什么？你会得到什么样子结构的好运？好吗？它这个好运可能包含了一些祝福哈，它就是一种能量的 buff 啦，就是可能有一些坏事会帮你减少一些百分比。那如果是好事，当然就会加成上去。好，我们来看看这三组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走向哈。那这就是今天的三组1、2、3哈。那我等一下拿牌拿镜的时候，你想看清楚，你可以按下暂停哦。好，那我们从第一个开始哈。魔术师牌，好，魔术师牌，好，三种都是不同牌组的风格哈，你可以选你喜欢的哈。来，第二是权杖四，好，第三是愚人牌，好，好，我想你们都应该很熟悉怎么选牌了哈。那选定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吧。好，我们就从选择1号风格牌组的猫咪开始哈，1号的哈。来，今天的题目是近期宇宙要给你的一个好运能量或是祝福是什么哈？来，我来帮你看一下哈。我们来照顺序好了，照牌组顺序，想抽5张。好，3、4、先这样哈，先看一个基础的。仔细看一下哦。是好，水是目前看起来倒是的话，让我想一下哈，你等等哈。是的话，算是5、6、7、4。好，来，一般来说这个，哦，它有一个，你需要有一个小小的突破点。哦，你要记得哈，它这个好运好像，它这个祝福好像，因为我刚为什么突然卡住？因为我觉得它应该有一个很顺的能量哈，它要出现。可是它这个垫底的能量告诉我说，好像有一点点警戒哈，你有一个小小的警戒，你的内心各方面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封锁起来哦。所以我现在把一些告诉你的一些小东西哈，不是小东西啊，就小一些杂质能量，我先跟你说哈。如果你能够快速突破，你先突破一下哈，因为它后面有一个随之而来的好的祝福能量在后面，它有代表了一些力量的东西哈，然后也有代表了一些你能够独当一面，你有能力跟外界竞争的一个很强的力量在支持你。它比较像是说你会有蛮强的执行力，还有解决能力，甚至你不需要太多别人的帮忙，你自己内在会有一股新的能量上来，让你去面对接下来的所有的困境。可是它还没启动，它还没启动，它为什么没启动？因为你现在可能处在一个舒适的状态，有点懒散，有点不想动，或是你前面已经忙了一段时间了，现在觉得我要休息，有一个，可是这边有告诉你说，有一个好的东西跟上来咯，有一个好的讯息，有一个好的祝福，有一个好的人跟上来咯，你可能没办法休息这么久哦，哈。然后近期，我必须说，近期你会听到蛮不错的智慧之言，好的建议，人生方向的建议，就是你周遭的朋友或者长官或什么，不知道你会突然，你旁边的人会突然灵光一闪，灵光一现，讲出一些很智慧的话，或是一些对你来说是你人生很重要的金句。所以你知道他这里有一个讯号，就是说你要
你的心门最近没有打开哦，所以你听不到，你看不到，你感受不到。你先准备好哈，接下来有一些好事好运需要你打开心房，打开胸襟，去听、去看、去接受、去体会。哇，那你会得到很强跟很大的，也就是说，你本来就应该要打开啦。但是平常打开的时候，并没有好事进来，没有好东西进来，没有感受任何的 buff，没有感受到任何的特别的幸运，没有。但最近，如果你打开之后，你会感受的很清晰，而且你会有很好的理解，你会知道怎么把这些讯息转换成帮助你的能量吗？你的方法，或是你的一个自我建立一个全新的 tips 啊，就是你自我提升的一个很好的，怎么说？有点像是天外丢来一些你其实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些好方法、好策略、好动机。反正它有一个很新的契机要出来，可是你必须要先打开一下你内在的东西。最近有封锁起来啦，哈，你仔细感觉一下，你甚至可能连比较有以前会让你很疗愈的话，或是有一些鸡汤或什么那种方向的，不是说一定要鸡汤啦，而是说当你在心灵匮乏的时候，你常常会自我去寻找一些心理上的支柱的那个动机哈，那个打开耳朵、打开眼睛、打开胸襟的那一个态度、那一个状态，最近封锁起来了，所以他现在在提醒你，赶快打开回来哈，因为后面有一些很明确、很明显、很高调的好事要接近你哈，你不要让它错过了哈，你要赶快感受去接受它哈。那目前看起来的就是说，它会带来一些物质的结果啦。如果你是工作上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工作上的被认可，也有可能会有加薪的机会哈。它甚至连金钱上面都有一些提升哈。那不过因为它现在有一个阶段性的改变啦，好像你现在要进入了一个我不知道它是一个转换哈，一个跨过界的转换，还是一个你本来就应该要再升一级的转换，我不知道。他现在只是说这边能看，我这边这5张能看到的时候，有一个阶段性的转换要来了啦。然后这一个最近这个宇宙的祝福啊、好运啊，这一个好运哈，有点像是你到达终点前的最后冲刺。它这个最后冲刺，那这个最后冲刺，你好像还不用太过费力好像有一个推力会推你可是大概就是后面这一段啦。只是说我大概知道他在提醒什么，他在提醒说你可能要看到终点，或是你感受到终点了，所以你觉得好了可以休息一下，就可能会被别人超越。这个情况我们在网络正常看到嘛，就是有一种知道自己快赢了，就快松懈下来，就被人家超越的状态嘛。他可能现在就在提醒你，最后这关头反而不要松懈更要放开心胸的冲刺一下，接受一下那这是最近给你的好运啦，因为本来就是你靠你自己再去努力或冲刺做一个很好的收尾，本来就该做嘛，本来就会有一个好的成果。但最近的这个好运是它会有一个加成，会有一个奖励就像你有可能打电动的时候，你可能做了蛮多任务了，就最后总计分算的时候，它居然有加成上去了。现在就是这样子，它这个你也不用努力，它就是送给你，只是看你有一点点像是讲个，就是说好像有很多弹珠或球在你附近滚嘛，那别人都把那个洞口打开了，所以球会滚进去他们那个洞口。可是你这个洞口好像最近是封起来的你就把那些弹珠啊什么那个球当成是一股一股随机的好运在分散。那大家都把那一个要让球掉进去的洞打开了，结果你这个洞却是你这个孔，你觉得是封起来的。明明从上面经过的球还蛮多的你这边算多的，结果你就把洞口封起来了，就它就进不来了大概是这个状态，你把它更简化的想一下就好了。所以近期可能接受各种世界的不一样接受世界的跟你以为的价值不一样的这个态度，可能要提升一下所以这来的好运可能要从这边切入进来好，来继续翻一些比较细节的来，看一下。好，
好，我再帮你放其他的细节哈。好，再来。这个好，我这边先看一下哈，我觉得他物质的东西给蛮多，他现在好像有一个有一点像是说你之前做的一些努力跟做的一些付出，最近已经到了要进入领取奖励跟领取回报的一个分水岭，已经要开始了哦。现在进入一个计算阶段，在一个计算总结的计算分数的阶段，所以你在不久之后，你会得到一些比较物质上的一些奖励啦。物质上就是说，它很多跟你的工作跟金钱上的有关系哈，你会得到一些其他的，可能是金钱上的帮忙，也有可能是得到一些礼物，也有可能是这样，也有可能是得到一些能赚钱的机会哦，或是这是其中一种，有一种是你可能想要去帮你家的生活品质或各方面想要再提升，你最近可能会买到比较便宜或打折的东西，或是你很想买的东西最近有打折，然后你可以获得哈，然后提升一下你生活那些，然后你最近也蛮想要去对于你自己啦，物质生活上的品质有所提升啦。那这一段这个提升这个概念哈，所带来的是你不用付出太多，也就是说你不用付出太多的金钱，可是会得到更加倍的品质，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它转换出来的话，可能就是说哦，买到比较容易买到打折的东西，然后刚好你想要的东西最近在打折，或什么你想要很久的东西或什么都在这里，也有可能是你很想要的旅程。你想要去旅行啊，或什么，就你虽然找到一些蛮不错的优惠，或是蛮不错的一些旅游组或什么的，就是这类型的你可以去想象一下哈，就是物质面的东西，你会得到蛮好的好运啦。哦，那这是另外一个分支。那另外一个角落的，我仔细看一下哈，所谓的火气是不是？这里也有分支上的一个好的祝福，是你最近，我觉得你最近你身边会得到，我看到的是有一个外力去牵引着你，你突然变对很多事情突然很有动力。很想要去做某些新的事情，很想要去投入进去。那可能是你的朋友的影响，或是你自己心里，反正我就觉得你心里有一个全新的一种冲刺能量起来了，活水都有哈，就是情感上很需要你就也很想做，就最近你很想一种自我实现的态度，很明确。然后你可能也不太听得到别人说什么，但是其实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注意哈，你要注意一下，最近可能跟你讲建议你的人有点多哦，刚刚前面就有了，然后这边又再出现，但是你要知道，大家都是近期对你都有非常好意爆满，就特别很想跟你讲说什么东西对你比较好，很想跟你说一些什么，你才会还会更好。所以最近不要太拒绝别人的建议，不要觉得烦，也不要觉得叨扰，就觉得这些都是满满的好意。最近这一个好的能量的祝福里面，也包含了蛮多他人的善意跟好意跟帮忙，不请自来的帮忙哦，可是都善意点都还蛮高的啦。所以这边有在说，不要太拒绝。或是要听，刚前面就已经说了，你最近有一个心境没有打开，心门没有打开，这也包含在这里哈。因为最近这一阶好的运气，有一点就是突然一箩筐的进入啦，你可能会有点烦躁，然后你可能也会有点封闭自己，听不到，它都有这两种线索。可是最近就真的蛮多的，你要
听一下，你真的会听到你的人生重要金句，跟你真的会得到一些实质的帮忙。然后，在于最高层次的精神上面的助力，就是说很可能会发表出金句的，可能都是一些阴性能量，所以它也有可能是比较温柔的、比较温暖的方式或人哦。性别我就不特别去说是男性、女性，或者说可能会一个比较温柔的方式、比较温暖的方式的表达给你一些你人生很重要的建议跟指引哦。最近有这个也是一个好的能量方向的哈，就是好运包含到这一块了。好，看一下这个风气。这个我仔细想一下哈，我看一下笔记怎么写，因为它这里突然出现这个，我觉得有点被打断。这个好运，它好像在提醒着我在想它要怎么符合你最近的有一些防备心啦哈，对人的防备心好像有一段时间咯，有一段时间咯，收一下哈，或是有点类似被害妄想症的心哈，收一下哈，因为这个好运好像会因为你的对外界的有所断联、有所拒绝而进不来哈，或是有所猜测，或是可能你之前有些事情哈，朋友的事情或人际关系的事情，让你有点失望，所以你对于人的关系有点防备，这是你最内心很里面的黑暗面的东西哦。为了这个好事要来到顺利的来到，你可能这个对人的猜忌或是对人的防备心要收一下哈，最近要收一下，因为它会抵消，或是把这个好运或祝福来的这个门哈变窄了，所以进来的量或什么比较少，但也有可能会错过。所以选择1号的朋友，他这里真的有一个主旨在告诉我，要我转达给你说，好运是会来，但你好像没那么想接受外面的事物所投入出来的任何讯息跟任何感受。你最近突然有一点小小的封锁了自己的世界了，哦，如果有，记得先打开。哦，最近要迎接某些东西，所以先打开。好，这里细节能讲，我再帮你翻一些更细的。我看一下哈。我想一下有什么位置就需要你知道的。好，从这里翻。还有一些关于你内在的一些东西哈，我帮你翻一下，应该要往这里好了，帮你翻2个心灵上的建议跟指引哈。好，我先看一下哈。他这边在告诉说，你心灵最近除了要放开之外，他有在提醒你对人哈，近期对其他人，你要再更用一种更柔软、更温暖、不要一板一眼的方式去看人、去听人、去接受人、去与人互动。那这个其实不是为了你的人际关系，或是也不是为了别人喜欢你，而是近期这个好的能量会带来你某些觉醒。那这些觉醒更多的是需要看你如何去对待别人。那在这些过程中，你会一点一点的消化你的所作所为，而成为你内在一个非常好的能量，帮助你有所提升，让你内在会有一种全新的、你意料之外的觉醒哦。无论是哪个方向去都有所以你要还是回到一开始这5章，从这里你最近的某种封锁就要打开要打开。希望你在对外一点，感受别人一点，多一点共感，多一点体验他人的难处，体验他人的世界，多听这边真的就是有一种听，你的耳朵捂起来了，你最近耳朵关起来了，它不一定是心关起来，而是你的耳朵有点关起来了，听不太到除了你自己世界的声音，然后听不太到其他人的好意这边有这个
那然后在于你自我的部分的话，我觉得你其实内在其实是很渴望跟别人互动，或是也很内在在很深的内在，你其实另一个自己有在提醒说，其实我很喜欢跟别人互动，我喜欢听到别人说什么，我喜欢听到别人给我的那些能量。其实你内在有，但最近锁起来了。你是应该要这个部分的自我应该要醒回来了啦，要醒来了啦，不要再被那个比较只想活在自己世界的自己征服了全部的你，这个最内在的一个东西，选择1号的朋友，我只能说听起来好像蛮多对于你的建议的，但是主要是因为后面连带的好事跟祝福，都是因为这些东西修正完之后，打开完之后，就会顺起来了，就会给你了，给你一些很丰盛的东西。比较像是说，你不要错过这个好，你不要错过一个好的调整机会啦，你不要错过了。那我再看还有什么我可以给你想的，就没有了。其实对于你该说的，我觉得大多是有。再给你一个好了，我翻一下有没有什么更深的一个建议更深的一个提醒，还有什么很需要你听到的一个讯号，我帮你看一下。我这边可以翻一下这个位置好，记得这里啦有一个非常重的智慧语言，就是原谅一下最近为难你的人，原谅一下最近没办法你周遭有一些做错事的人多原谅，放大一下原谅值，就是可能你叫他做什么工作上叫什么，然后做的不好我觉得他这边希望你先原谅一下，最近你有一个很大的课题，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可能是在原谅别人，但也有可能在暗示你原谅自己，原谅自己。我不知道原谅自己什么，可能有点原谅自己之前付出太多，然后得不到需要的回报，然后你可能心疼自己，然后你可以转化成原谅自己，算了，没关系，这也不是谁的错，可能就是你做的不够，跟原谅自己做的不够，原谅自己没有达到你想要的所以他这边有一个暗示说，你最近可能内在的封锁，可能是因为你想逃离其他人，那么也有可能是你想逃离对于其他人的过度要求，或是你想逃离自己犯错的机会或是你想逃离那一个怎么努力都没有效果的那一个窘境你想要先什么都不知道一下，大概是这样啦。只是总结一下，但是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啦，该回来了，该打开心胸了，因为后面好事已经等不及要进来了他也没有在排队，他在门口敲门，他要过来了。那个好运的球要滚到你的洞口里了，记得要把它接住赶快准备一下，要接住。好，这就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那希望对你有帮助那谢谢你来听祝福你。好，那我们接下来是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好，今天的题目是最近你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祝福讯息祝福讯息说要给你一个很好的好运请你领取。那我们先来看5张牌，看它整个这个好运的结构是什么好，等一下好，先这5张，我看一下你近期生活吧我觉得是生活。你有一个很想去的位置，它不是一个旅行或什么，它就是你心里好像有一种，你有想要改变，或是想要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新的篇章、新的住所、新的位置都有可能啦。然后已经到了分水岭了，已经到了那个边界了，你不得不换过去了但是有人帮你，
有人帮你，然后你觉得自己很累，觉得自己好像做得很辛苦，有点受伤，有点疲惫，残破不堪。你心灵上是这样啦，可是，在别人的外在看起来，你是已经准备好了武装起来的什么的，在别人眼里，你看起来是蛮坚强、蛮棒的然后不用担心会有人帮你啦，会有人帮你，因为整个的好的能量处在一种，你有蛮多人在帮你进入下一个新的阶段的。也就是说，因为我觉得他这里因为你之前对人都是对人情感上、精神上的支持而帮忙或什么，那大家或者其他人有警觉到了你有一股想要做改变，或是你已经准备好，你已经告知大家你要有所改变。这改变有很多内容啦，换工作是一种，换居住地是一种，换领域或是发展新的工作领域也是一种转职这种都是也有可能是可能将结束一段恋情，要进入一个新的单身生活，你会更喜欢这个单身生活之类的它有一个，那你的旁边朋友或什么都给了你很好的支持，精神上的有反正它是一种欢庆的态度啦。好像旁边的人都很乐于见到你做出这一份新的跨越、新的改变然后你期待一下，你这一个转变之后，你第一个会获得的礼物是一个全新的能量、全新的奋斗能量、全新的企图心，对世界有全新的远见，对世界有全新的动力。你很像有一种，你原本觉得你疲惫了啦，你原本觉得你该休息了，可是这一段好像没有要让你休息，因为你会在被更欲罢不能的能量、心态跟对未来的一个展望，或是很想做某些事情来实践自己的这个动力，突然会征服你的心所以你并不会觉得我需要什么太多休息。我对有某些事情非常有兴趣，我一定要去学习，想去努力学，想要去做，想要去触碰，想要去实践。反正现在就是这种心态。那在这一个分水岭这个边界的旁边的第一份礼物，就是这个全新的动能终极的，算终极的。第一个东西就给蛮终极的强大能量，当然后面有更好的啦，可是第一个就已经给蛮高的，所以选择2号的朋友，宇宙现在要带领你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且是一个很好的新的阶段，好像有一种全新的自我，好像有一种焕然一新的你他在牵引着你啦，那你旁边的朋友或各种推力把你推进去了所以最近算是乘风破浪的感觉很重好，来，我再往下看，帮你翻一些更细节的东西来，一点一点看先看这里你其实你有一点点啦，有一点点要脱离那种自我的封闭状态然后你有一点点的，其实你人格个性上面某一种封锁状态，某一种排斥外界任何讯号或什么的这个状态快要结束了。你要进入一种蛮愿意去接受这世界的现实的状态，这反而让你变成是一种能够接受各种可能性的状态要出现所以这个分水岭，这个下一阶蛮重要的，也难怪会有一种全新的能量或什么，因为你的人格跟各方面会有一种全新的转换。你能够看到更多好的事物，更多能够装点你人生丰富度的事物，你以前没办法看到那么多，但最近好像都看得进去了。
记得哦，这个是分水岭要过去之后的世界哈。那更好的是啦，你以前小时候的那一种对事物的探索心啊、好奇心啊，那一种对世界的感受力，用一种不需要勇气，就是很 pure 的，有兴趣、有好奇就会努力去感受的这个心哈，你最近会有点拿回来一些。所以你最近这个开放的心胸、开放的心哈，很快就融入你的新世界，然后融入你的新世界之后，你的这个新能量、新的转变，很快就会为你有所加持啦。所以你旁边的人看起来的时候，确实有看到你在一个边界做一个很好的变身。很好的变身，而且大家都很支持你，所以你最近如果有想要做一些什么新的事业，想要开发一些新的被动收入，或是做一些别的事情啊，你都可以去试试。但是这边有一个讯号在提醒你，你都可以去试试，你都可以去做，都可以去，可是心态上要放的比较卑微一点，比较低段一点，不要太好高骛远。他这边只有支持你到先去试试看，去体验一下那个经验，就只有能量就给到这个程度而已。所以，如果你想要去试一些新的东西，想要去尝试的时候，都先把它摆在初级跟入门这个阶段的体验跟完整就好了哈。因为这边没有给太多的，我觉得没有比较远的讯号了。好，来，我再看一下。好，往一些别的路径看看。哦，好，然后延续刚刚说的哈，如果你想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尝试一些你没做过的东西，首先你会很快会达到一个初步的成果，然后你很快就会有学习，会很有心得，但是它还是有点在提醒你，不要太快，也不要太多，因为你很快就会感受到负担很大了。当你我简单来说，就是说你突然想要去做一个新的工作，一开始这一个祝福能量给你的是你会做的蛮好的，你会很快就得到你想要的，会有这个讯号哦。最近这个能量，可是它接踵而来的就是所谓的劳累跟沉重感跟负担，很快就有，所以他要你做好一个心理准备。最近可能会让你有一点顺起来，有一点心想事成起来，可是后面会有一些比较沉重的东西会来啦，你可以面对一下了哈。但没有什么不好，因为这些事情有一点短暂，有一点迅速，它不会持续太久，可是它就是某一种能量的平衡啦。因为他前面给你这个祝福，我觉得照这个暗示来说，我觉得他这个我刚刚说的，你这个人生这个转变哈，人生分水岭转变，然后有个全然的或什么，你会有一个新境界，好像你好像会有一种人生某个段落的新的篇章开始的概念。你最近会有这个概念，那他给你一个非常好的起步。这里能量就是给你一个很好的起步，这个起步会给了你很多人的祝福，或是你的收获也会满满的。但是因为要达到一个平衡，我觉得他起步这个给的太多了，所以为了要达到这一个平衡，他可能会先让你经历一些的沉重感。那这沉重感好像是来自于对于别人的责任感，可是我觉得这也是因为你在更成熟了。你开始能够更加的感受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其实很多时候都连带着包含了别人的期待，跟你想要给予别人的回馈，所以你沉重感就会随之而来哈，这是你这个阶段会遇到的。好，不过我的建议是，先不要管那么远，因为牌面上并没有翻出我说的后面，而是我看到的是底层的讯息。我先跟你说，那牌面上所给的就是一个很急速的、很快速的、很出奇的，让你起步非常好的一个好能量。它在支持你近期做一个蛮不错的转变，或是去尝试一些新的冒险。好，它旁边有给蛮好的能量去支持你去体验这一回。好，我看一下哈，这个好运信息大概就是先在这一个点在盘旋。好，我再帮你挖一些比较深的，对，帮你挖一些比较深的。
讯号，我看一下，我想要挖。好。好，这3张我把它放旁边来看好了哈，免得你们看不清楚。好，我看一下。5啊，你最近啦，如果真的要想说你最近会有什么烦恼的话，最大的烦恼是，你可能心里想要去体验的新的世界的，想要去做的改变，可能选项有点太多了。但没有非常多，但是有2、3个，你有点拿不定主意。哦，这是你近期唯一的烦恼。但是不过我必须说，这一个想法、这一个决定跟这一个选择，你只能自己做，因为他这边没有任何旁边的人能给予你最好的意见。他现在只需要说，你最近如果有一点点对于未来的选择有点困难的时候，他只能说你只能靠你自己，你要努力的想清楚，心要静下来的去选哈，认真去选，去感受一下，然后都是一个人的牌啦，他就是你只有对他这个对于你最内心的那一个。自己个人的内心的那一些战争，这个打架，你只能跟自己打架。所以他这个点有点像是期望你能够谨慎的想一下，你刚刚前面到了某个分水岭，想要做一些改变的时候，你可能要谨慎的思考一下改变你要改变的这个细节，而不是只是想说我要去做这件事，然后就去了。他希望你前面多做一些研究，多做一些理解，再去做，因为。我刚说他会有一个负担或什么带来嘛，我觉得他这里可能是在讲说，不要莽撞的去哦，因为他可能后面的这些祝福告诉你说，他很支持你去做什么，他可能给予一些能量跟一些开阔的心，给予一些很好的收获都有，但是他连带的后面的一些困扰跟那些。他却没有放其他人来帮你解决，他只有你自己可以面对，所以他才告诉你说，你可能要再想仔细一点，因为他怕你创造出太多不必要的心理的沉重跟负担啦，只是为了要平衡前面给的祝福，这样，他不希望你连带太更多你不想要的东西啦。但是这里很混乱，这里需要很混乱，我只能说就是正负值要达到平衡了。这里有整个被。因为这讯号太多了，然后它正负讯号同时进来，希望我刚讲的你能够比较，因为我刚就是直接一股脑的把，应该说不能说杂论讯号，因为它有很多讯号在覆盖我要跟你说的，它有一些就是有2种讯号在交换，我希望我能讲得清楚一点，你可以再重复听看这个，好，我再翻一下一些比较清澈的位置。我来翻一下有关方法面的啦。我在想，主要是因为这个牌它虽然是猫咪牌里面，它是一个从比较阴暗、比较负能量、比较阴森的角落去给讯号，所以我一直觉得，虽然这一题是要祝福，可是它给了很多的挑战。就算给了祝福，祝福来的时候，它有一些连带的负能量，还要我一起告诉你、告知你，所以我一直在接收2个讯号的交换，所以我很难选取到底是要给你建议呢，还是给你一些很明确的祝福讯号。所以选择2号牌的朋友，你可能会同时听到好像磁性有正有负的讯号一直在轮流出来所以。我只能说选2号牌，我觉得算难表达一点但我还是希望你应该能给你，我应该能给你一些比较重要的金句或比较重要的关键字你不用听得那么清楚，但你希望你得到一些重要的关键字好，那我再走一些比较简单的位置给你一些好的。好，我来用简单的方式来总结好了。先把这个讯号很混乱的画面收一下。2号牌我来用一些简单的方式总结。我用一些神谕牌跟骑士牌来翻好了。来
2号牌好运的一些简化是什么？好，这个好，我再翻一下哈。看一下，好，我大概知道了。他这里说前面那个分水岭他要你转换的其实并不是要你完全变成一个人，而是你现在的版本的一种有点跳级式的 update 啦。有点像是手机的版本，可能原本是从10.0换，本来要下一步主要换到11.0，可它现在直接跳到第13了。它这个能量，它这一题的祝福能量，有一点像是说，你之前等太久了，你这一个升级等太久了，你这一个太久了，我们等太久了，应该要赶快进到下一个时辰，已经错过了之前要进到下一个转换的时辰，所以它现在就一次让你跳2级。因为你之前可能真的遇到太多麻烦或什么，把你卡住了，所以他现在就是这个能量祝福，就是我们这边拉到一个新的境界里了。所以可是新的境界里，你提升了很多，但你周遭的一些能量啊、朋友能量、资源能量就没有跟上了，所以你进到新的境界里，你会感受到比较多的孤独。但是他这边也在讲说，你确实有更强的能量能够应付你现在周遭的事情，所以我只能说。他可能在告诉你说，近期会有一种好像自己自我的提升或什么都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然后你开始可以做到一些你之前原本以为你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你会开始有一些新的目标、新的未来、新的想法、新的企图心或者新的计划，都比你原本想的再更难一点、更远一点。你都可以做到，因为能量给的蛮多，初期都做得蛮好的，收获也满满的，只是可怜的是，可惜的是，就是你可能要自己一个人，因为刚前面就有好几张牌都告诉你说，无论你怎么进阶，但都没有同伴，同伴都在这个分水岭之前已经给予你很多的帮助了。进入这分水岭之后，就是一个人单打独斗的状态，给予你好像给了你很多人的能量了，给予你很多人的祝福了，所以你现在的。处理各种方式的时候，各方的内在体质啊什么的都很大的提升了，所以你不需要别人，你一个人就可以处理了。所以你要感受到的是，可能有一种孤独感，会随之而来哈。那从这里我再看一下哈，然后他希望你保持一个比较年轻的心啦，然后也不要急躁，年轻的心，然后也不要急躁哈。年轻的心有点像是回到比较像是小学的那一种年轻的心想事情没有那么多的杂质，想事情没有那么多的预设。小时候的害怕不太像是你预设来的害怕，小时候害怕就是感受到害怕而害怕，他希望你的感受是大概是这样，比较 pure 比较纯净的。然后他也觉得你不要太急躁因为你刚好进入一个新的分水岭的下一阶的时候，他给的刚刚前面讲，他给一个很好的火能量，新生的水的也有，火的也有，你会感觉到一个新的自己。你会急，你会好奇，你会想冲刺。他这边说慢一点，慢一点，不要那么快哈。走得慢一点，随着空气，随着流动，随着趋势走就好了。不要看到什么就立刻去抓住，不要。你慢慢的走，随着这些能量走就好了。平平稳稳的走，像在河上漂流着就好了。像羽毛在空中被吹着走就好，大概这个速度就好了，也不要急躁。他这边有一些这些提醒哈。好，我大概看到的就这些。那选择2号牌的朋友，希望我没有把它讲得太复杂希望也有讲到一些你能听到的一些重点。那就真心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了因为我选2号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那个整个思考能量跟讯号，我整个被消耗的太多了。那个复杂感觉是2倍的那个复杂度、讯号度量真的2倍的。我还一度眼睛是懵的，觉得好像。我自己都进到了一个迷雾里，我正在努力探索，帮你们探索到底讯号应该要捕捉什么给你们。好，2号牌的朋友，这段我尽力了，希望能真的帮助到你们那么谢谢你们来听祝福你。来，我们接下来是选择第3号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宇宙要给你一个好运，请你领取这个祝福
好，那我们会先抽5张牌来看一下这一份好运跟这份祝福的结构是什么。好，我尽可能的讲节奏慢一点啦，因为如果你好奇的话，可以去听2的内容非常混乱，然后让我整个有一点整个讯号太丰沛，而且是两正负讯号同时来，我整个有点好笑一点讲，其实有点精神好。我说我刚去休息了一下，才回来算你们的第3号牌组，那所以我会节奏会慢一点哈。但我不会遗漏你们该知道的东西，我努力去找。好，来先翻5张哦。很好。我还没翻完，我先告诉你，你们第5个期的祝福有点像是走在人际关系、人缘、桃花、恋人方面的一个祝福哦哈。前2组没有哦，前2组都是一些心灵成长的哈。来，我来看一下，希望我刚刚的休息可以帮你捕捉更多的正能量哈。直接看哈，只能说你们非常好运的走到一个非常这个宇宙能量都是非常协调的一个位置了。所以以这一题的题目，但你们3号牌的趋势是走在一种受到祝福的恋人能量是有出现。那它算是一个宇宙能量已经选好了一个适合你的人要出现了，选好了。然后这个人他会带来你一个新生的位置，也不能说新生的世界，因为他给的不是世界，他给的是一个内在的全新的燃起的火苗。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个爱火啦，恋人之火的这一个火苗。所以他这里确实是很明确的让我感受到是往恋人那个方向，所以他会让你一个新恋情的出现呢。他给你一个新的祝福，他在祝福，有点像是爱神的箭射出去了，有射到人了，中了目标了。为你射出去的中了目标了，而且是很精致的、很理智的，也不是随机的，是选好了某个人要给你了。这个5张是这个讯号，我仔细看一下会不会有别的了。但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他这个炙热的欲望、炙热的想要给你一个，我确定一下，他要给是桃花。他想要给你一个受祝福的人，受祝福的关系的讯号很强，的确不是随机的，选好的。现在3号的朋友，先告诉你，这次最近期你可能会有一个新的邂逅跟恋情今天的题目不是要往这个方向走的但是这个3号太明确，所以就是这个方向。好，来，我再帮你看一下其他更细的线索来，2张，来，我这一个翻的细一点不要连翻。是。先这样看一下。他这边蛮多那个人的讯号的，蛮多人资讯的我先从一些比较内在的，这个人是非常有智慧的人，而且是个非常善良，对事情感受力非常多，所以他看起来像很爱很多小动物。他对生命的感受力很强我现在帮你解释一下，这要给你的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人他对生命的感受力很强，万物的感受力都很强，慈悲心也很够，怜悯心各方面也都很够
然后他对自我的要求蛮高的，但他不太会要求别人，他比较在乎的是一种真善美的真相是什么，所以他的心境很美，他的心境也很丰沛。他算是知道蛮多你不知道事情的人啦。他这边有一个对比性，他好像有一种填补性有一个补充性，他有一种各半，你们两个分各半，所以他有一个互补性，所以我才说他可能会知道蛮多你不知道的事情，但也不代表说你比较笨，你学的比较少，你的知识性比较亮比较少，没有，他就是刚好补齐了很多你不太知道的东西。那他的出现会唤醒你一些对于未来性的渴望，也就是说，应该说啦，它会带来一些你没看过的新视野，所以你会想要去探索哦，然后想要跟着它探索，它会帮你带来一种对世界的好奇心。它也会，我不知道它这里有一个，我一直看到穿着登山服或是考古学家衣服的样子在我脑海里出现，所以它会一种探索、去挖掘新世界的一个概念一直出来。当你遇到它之后，你会很惊讶，你怎么会想要做这么多以前不想做的事情？连你的朋友旁边都会觉得说你最近在干嘛？怎么会做一些他们没看过的事情？这样也有可能像是比如说你从来没对滑雪没兴趣，怎么突然最近是疯狂的想要去滑雪？你对登山健行完全没兴趣，以前还会抱怨说非常懒散，怎么突然你发现了其中的兴趣点？你对植物很没兴趣，怎么突然你开始想要去认识各种植物的类别啊什么的，什么花是属于什么啊？蔷薇是属于玫瑰是属于蔷薇的或什么这类型，你怎么突然开始觉得很有兴趣？那都是因为这一个人所带给你的新视野，大概是这个方面的哈。所以我把它退一步，形容一下这一个好的能量，我觉得它有点，也有可能是来美化你的世界的人啦，但它也不一定是来了一个恋情，但是它这个浪漫指数非常高，所以它其实有一股力量，就是你的心境跟各方面的美感，心境也变美了，你对整个世界的向往。总之，你的世界在开了，有点像说你现在这是你的世界哈，好，这一圈，然后你再开了一圈变一圈了，或是变成中间变成一圈了嘛？这一圈，我们先说，它可能用一种花园来做布置，也就是说，你突然被包围在一种丰富美感、浪漫的一个全新的美感世界里去了，都是这一个能量或是这个人所带来的一个新视野，你非常喜欢，你也才开始知道说，原来世界还有这么多的面貌，大致上是这样哈。来，我再帮你，因为我想要翻一些别的东西，我先翻一些细节，完之后我再帮你翻。看一下哈，这个转变的能量是从哪里来的？我看一下。其实你内在本身啦，有蛮多的好奇的。其实你喜欢的东西也蛮多的，蛮丰富的，但是你没有动力去摸索，没有人带你去，没有带人，你只是在网络上或什么，只是知识性的知道说有这些东西可以去探索。大家有去看网络上，大家去摸索，去什么餐厅啊，去什么世界去探索，去环游世界，你知道说有这些，但是你没有动力，你也没有人支持，你没有人陪伴去。但最近这个人出现之后，他开始可以满足你的各种选择，你的探索欲，就是说我们讲简单一点，说你可能有的时候喜欢一样东西。喜欢一件衣服，但它有10种颜色，你也不可能包色嘛，你就很想挑几个就好，或挑一件就好。你本来会因为这个感觉到困难，但这个人出现之后，他会帮你决定，他会甚至会支持你，干脆包色全买就好了，会这样。你的疑虑会被人支持，你的起心动念本来没有动能，它会变成你的动能，你就会变得很怅然的觉得没差，我每个都去挑战，每个都去拥有就好了。这个是这一个你的改变。那整个最底下你的改变会有点像是说，你才发现原来很多的浪漫跟很多生活的情绪是建立在很扎实，是建立在很丰富的生活感啦。它也不现实，但它很不现实，它很现实，但它也却充满着浪漫的氛围，而不是说只是浪漫就不现实，好像事情变得很好高骛远，变得很梦幻、很童话，就变得不现实。不是，你慢慢会发现说，其实现实里、生活里的
很有生活感的点点滴滴，他们累积出来的浪漫值不输想象中的哈。你认识他之后，你会感受到这一件事情。哎呀，帮你翻一下这个。我最近尽可能用这类型的卡来触类旁通一下别的讯号了哦，因为只有这些牌我之前都自己看而已，我没有很常用。来，因为这些图像的连锁对我来讲蛮有帮助的，最近多翻给你们看。所以，好哈，确实，他确实恋爱感是比较重的哦。而且这个人他常常在各种，他的变化无穷啦，他有点变色了，他喜欢收集全新的讯息或什么，所以他就立刻分享给你。所以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为什么每天都有一些新的想法、新的心意或什么？他的创意也非常无限，而且你会觉得他好像也不是随便跟你讲的，他好像对于某些事情热衷，也不像是3分钟热度或什么，他是热衷起来，他会了解到一个程度，然后会带领你去，然后会让你感受到其中的乐趣，所以你跟着他很像是跟着一个探险队的领队，你可以探索这个世界，而且又不用花费太多的心力去研究或什么，你就在那边拾取他所研究出来的成果的收获的一个心得的总结，就觉得整个世界就很丰沛了哦。然后这个浪漫值在于，它让你在精神上面有一点环游世界，有点游历整个世界的丰富。那你跟着他就会有一种舒服的感觉，但我要再收回一点去讲哦，这个人我也没有不一定完全就是你的恋人哦，他可能会变成是一个你很信任的伴侣，或是一个极好的朋友，未来是一个极好的朋友。因为我渐渐翻，我觉得恋爱的能量只占了30多40%的比例，所以我只能说。这一个第3题的这个能量，我觉得他给的一个祝福跟好运是，他们选了一个很棒的人，要丢到你的生活里，成为你很重要，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人出现在你生活里。选择第3的朋友，但他有很多的可能性，他会变成你最好的朋友之一，他有可能是最了解你、能跟你谈心的人之一，但他有可能变成是你最喜欢的一个朋友，能够带你去玩的一个朋友之一，但他也有可能因为综合这些线索之后，最后他会变成你的伴侣、恋人、亲人都有可能，因为他这个能量蛮平均的，然后好能量蛮多的哦。让我看一下哈，因为他有一些恋人能量、被祝福的能量，比较被放在抽象的位置，而不是具体会被实践的位置，所以我才把这个可能会成为恋人的能量、恋人的形容，把它放在是一种比较意识的、比较概念上的，所以我才会说它可能这种能量包住了各种关系，最好的朋友、恋人或者什么的哈，因为它并不是落在一个很确定的点上。好，来，我再仔细看一下有没有别的哈。好，我来看一下，这个人是否有可能是你的对照组了？我的意思，对照组他可能是你的 twins， 或是他我目前看起来他不太像是双生火焰那种强蹦型的互相燃烧型，不是，但或者他可能是灵魂家族类的一个人呢，或者是他跟你有什么很大的连带关系的存在哈。帮你看一下2个、3个。你跟他的连结本身哈，你跟他的连结本来就，你们是拥有共同能量的啦。即使你们原本是处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个人可能都会在不同的时机里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只是最近宇宙觉得时间到了，这个人就该出现了哈，不然这个本来就是你们2个连接好的蛮好的能量，一直都没有使用，或是没有见面，实在是有点浪费时间。哦，那也有一些时间的转轮已经转起来了啦，所以最近就是他就是要给你认识一个蛮好的人。那至于其他的，他是能解决你心中烦恼的人，他是能听取你内在痛苦的人，他有一个你缺少的逻辑，他有一份你理解世界的盲点的解决的钥匙，他有。
就是说，你身上有一些对世界有一些困境、思考上的困境、情绪上的困境的一些盲点，你从来没有解决、没有面对，或是你早就逃避、不太在乎这些东西，在它出现之后，你会发现说，有些事情跟你以前想不通的难题，在他身上就迎刃而解，或是轻松的就被点破。哦，然后否是你跟他啦，如果真的要说有困难的话，只有你可能觉得他跑太快了，你可能觉得他因为他会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不太听得到你的意见。哦，你可能想的时候想要坚持己见或什么，然后你就被说服，这是你跟他的相处上，你可能觉得比较好像没办法施展的部分。但实际上这一题他本来就要你去跟着他，因为他好像他就是一个礼物，他就是带你去认识整个世界的礼物，带你去接触新面貌、新世界，让你人生提升丰富度的一个礼物。所以你的意见或是你什么那个都不，其实在这一题来说不重要。你先跟着他，有点像是跟着这一份礼物玩乐世界，跟着这份礼物去享受世界的新面貌就好了哈。这是我挖出来，但其实也没那么重要，只是跟你说啦。你可能会有一种觉得好像自己一事无成在这份关系，但是那是对的啦，因为他会把事情都做完。好，我看一下，还有几个。好，然后他会带来你，他其实有一个你小时候的熟悉感，我不太会形容，但他这里就是讯号告诉我说，他会带来一种你小时候才有的安全感，好像被父母保护着的那个安全感，或是那种喜欢任何事情都想要去做、想要去触碰、想要去喜欢、想要去拥有的那一种，没有什么恐惧的安全感。这个人会带来这个讯号。那不过这里有一点，你要忍耐一下。这个人可能在表面上看起来很自大、很自信、很什么，可其实他不是，他只是因为太喜欢去表达自己已经看懂或看对的事情，所以才会让人觉得他有点自大、听不到进去。没有，其实他都是深思熟虑，他就表达出来。只是因为他的思考跟各方面都节奏有点太快了，所以好像会让人家觉得他有点感受不到其他人只在做自己的事。但是这个比较像是说，他就是很专注啦，他就是很专注，所以整个牌面上才讲说，你就跟随着他，不要想太多，这样就好了，跟着他做就好了。哦，来，再帮你翻一下，因为其实还有一些空间，我可以帮你翻一下他的内子，你跟他所处的一些画面，对。这样就好了。哦，它比较像是说，这比较像是说，希望啦，你去欣赏，就是说他会帮你唤醒，这个人会帮你唤醒你内在某些欲望，对世界的好奇的欲望、探索的欲望或什么，他会好奇，他会唤醒你，然后他希望你就不要想太多。因为他有讲说，在这个阶段，在这个跟随阶段，你会越来越，你好像在某方面会变得更聪明了，因为你的知识性啊或什么眼界都更开了，所以你会开始有一点点自我的意见或自我的想法，会变得声音会变得比较大，会变得更有独立性，所以你会很想要表达某些事情。他这边就告诉你说，这些都先不要，你先放在心里，让它升华、成长起来就好了。好，他讯号就这样，为什么要这样我不知道，但他讯号就这样，因为他一直有一种你内心有个声音要慢慢的要喊出来了。因为见到他之后，当我把它诠释成，因为你心底有一个全新的力量正在上来了。因为前面真的好几个讯号都是从零开始，从一开始的一个全然的新思维、全然的新能量。因为这个人出现之后，你有一个全新的样貌在心里慢慢的长大，所以那个声音也越来越大。但是你可以再等待一下，好。你可以再等待一下，再感受一下，先以一个跟随者的方式去享受。好，所以选择3号的朋友，我觉得宇宙要给你祝福呢，就是说近期你真有可能会遇到一个蛮好的贵人牌，也算哦，新的人
如果你就遇到新的朋友或者他可能觉得这个人真的会帮你开拓蛮多的视野的。哦，所以3号牌应该就这样了。3号牌是比较笃定的啦，比较笃定的一个具体的讯号。好，祝福你哦！我很希望选了3号的朋友，你就近期真的能遇到这样子的能量，因为这个能量真的还蛮不错的，连我都希望我选到3号牌的话，他近期就快点把这个东西送给我吧。好，就这样了，这选了3号牌轮，那祝福你哈，谢谢你来听哦。